大家好，大家现在收看的是《中国形势》节目，内容来源于全球各大媒体。加拿大华裔议员董涵鹏因指控给中国政府建议辞去政府职务。加拿大全球新闻彭博社，加拿大国会议员董涵鹏已退出执政的自由党核心小组。几天前，加拿大广播公司全球新闻声称，他在2021年与中国外交官就出于政治原因拘留2名被监禁的加拿大人进行了交谈。董坚持认为该报告是错误的，但表示他反对这些说法，现在将专注于在加拿大议会担任独立议员期间清除他的名字。该指控是在同年一系列关于中国试图干预加拿大选举的报道之后提出的，由贾斯汀·特鲁多 （Justin Trudeau） 领导的自由党赢得了选举。加拿大全球新闻报道，据2个不同的国家安全消息来源称，处于中国影响指控中心的自由党议员董涵鹏 （Hong Dong） 于2021年2月私下建议一名中国高级外交官，北京应推迟释放 Michael Kovrig 和 Michael Spavor。2位消息人士都表示，据称董涵鹏向中国驻多伦多总领事 Hunter 建议，如果北京释放被中国指控为间谍的2名迈克尔，反对党保守党将受益。当时这2名加拿大人被中国拘留了2年多。然而，人们普遍认为他们因加拿大拘留面临被引渡到美国的华为高管孟晚舟而入狱。2位消息人士称，据称董涵鹏还建议北京在 Kovrig 和 Spavor 案件中取得一些进展。此举将有助于执政的自由党，该党因中国对2个迈克尔夫妇的不人道待遇而面临轩然大波。美国内部担心，厌战的世界可能会接受中国和平方案。彭博社，美国官员表示担心，中国在外交上比美国在乌克兰的提议更具影响力。据匿名消息人士称，美国官员公开怀疑停火的想法是否可行，并私下对此持怀疑态度。习近平对莫斯科的访问集中在乌克兰和平提案上，该提议被认为是美国无法接受的。美国的反对意见引发了对美国对俄罗斯和中国的态度的质疑。中国正在为其在全球范围内更广泛的外交努力寻找一个乐于接受的听众。梅兰妮·希森 （Melanie Sisson） 说，中国越看不到与美国合作的机会，他们就越有可能寻求其他途径和选择。TikTok 创作者，一些美国民主党议员反对禁止应用程式。路透社， TikTok 的建立者和美国民主党立法者表示，他们反对对该应用程式的任何潜在禁令，尽管该应用程式是中国的拥有权，这可能会看到数据被传递给中国政府。相反，该党的代表和创作者要求制定基础广泛的隐私立法，以解决所有大型社交媒体公司的问题，并指责国会中的一些人进行仇外政治迫害。立法者指责 TikTok 是一个需要解决的安全威胁，尽管他们已经认识到这不是唯一的监视威胁。TikTok 首席执行官 Shou Zichu 将在国会作证，呼吁可能禁止。拜登政府已要求 TikTok 的中国拥有者剥离其股份，否则该应用程式将面临潜在的禁令。特斯拉在中国发动价格战，可能会摧毁一些汽车制造商。彭博社，特斯拉在中国零售汽车市场引发了一场价格战，这将导致一些竞争对手倒闭。它始于去年10月，当时这家电动汽车生产商降低了其上海工厂生产的车型的价格。今年1月，它又一次打折，使其本地生产的汽车价格几乎是欧洲和美国的一半。小鹏汽车、小鹏和蔚来汽车 NIO 以及大众汽车 Volkswagen 和梅赛德斯宾士 Mercedes-Benz 等竞争对手被迫以高达7万元人民币1万美元的折扣做出回应。至少有30家汽车制造商降低了价格以跟上步伐，其中包括承担大部分成本的地方当局。分析人士认为，如果没有足够的外部资金，一些公司可能会面临生存挑战，而另一些公司则认为这可能会导致市场的合理化。随着价格战的加剧，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呼吁结束价格战，恢复正常运营。尽管经济困难，但2021年包括电动汽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在内的新能源汽车零售额几乎翻了一番，达到567万辆。彭博新能源财经预测，今年中国的电动汽车销量可能达到810万辆，而欧洲为320万辆，美国为190万辆。美国公司对在中国开展业务更加消极。BBC
美国企业对于中国的贸易状况越来越悲观。中国美国商会会长迈克尔·哈特 （Michael Hart） 表示，哈特在《世界商业报告》中写道：“美中竞争使得在中国开展业务非常具有挑战性。”中国美国商会的调查显示，66%的受访者认为双边关系的不确定性是他们在中国面临的主要挑战。49%的受访者表示，中国对外国公司的欢迎程度降低。华盛顿和北京之间持续且日益加剧的紧张关系，使美国公司更难在中国市场取得成功，导致许多公司采取中国加一的方式来保护其供应链。谢谢收看《中国形势》。